白木哥说自己取向正常，那么这句话的潜台词便是这台车上有人取向不正常。此时坐在白木哥右手边的是一个女人，她的脸上戴着大号的放框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但从那暴露在外的口鼻线条来看，这应该是个很好看的女人。对方的脸遮挡得挺严实的，但是胸口却起码有一半都暴露在外。那白色的光有些刺眼，仅仅是从视觉上就能让人觉得很柔很软，就像是漂浮在奶茶上层那用奶油做成的雪顶。所以在几个小时之前，白木哥真的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神秘月神竟然会是这么一个人。女人，太夸张了，太离谱了，太难以置信了。估计黑暗世界里很多人都根本想不到这一点。一个如此强大的女人，却口口声声说要枪毙所有女权主义者，听起来实在是让人觉得恍惚。白木哥现在还觉得很是有些不真实，他甚至更希望这是对方戴上的虚假面具，不然这世界的天神级人物竟是这么下头的人，也太让人感觉到幻灭了。我可以给你一条我的路，让你走得更加轻松，更加顺畅。月神说道。艾斯戴尔说的没错，我确实从你的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我。白木哥看了看对方胸口那吹弹可破的肌肤，说道：你现在看来也很年轻。当然，我一直都是年轻有为。月神说道。不然，我凭什么征服这么多优秀的女人？那也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白木哥面无表情地说道。月神摇了摇头。这些年来，我见过很多所谓的取向正常的女人，可是只要我微微表露出一点喜欢，她们立刻会主动把自己伪装成天生就喜欢女人，甚至她们可以一直不露出马脚的表演到被我一脚踹开的那天。白木哥又摇了摇头，眼神清冷。月神的所有言语之间没有对人的一丁点尊重。月神问道：你怎么不说话了？没什么想问我的吗？我有些听不下去了。白木哥直截了当地说道。月神大人的这些言论不禁让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在和一个漂亮女人聊天，而是在和一个浑身散发着油腻味道的中年暴发户说话。呵呵，你还年轻，你以为你已经知道这世界是什么模样了？月神说道。但恰恰相反，你只是在东亚活动，根本没见识到黑暗世界真正揭开面纱之后的样子。白木哥摇了摇头。现在我已经不想知道这些了。你现在是为了拒绝而拒绝。月神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你完全不知道权力的味道，那种味道一旦尝过了就根本戒不掉，比那些违禁药物还要让人上瘾。白木哥冷笑。月神大人这样的你让我觉得有些恶心。月神微微转脸，目光从墨镜后面射了出来，他定睛看了看白木哥的冷笑表情，说道：你嘲讽权力的样子真的像极了年轻时的我。白木哥说道。你所说的权力代表着什么？月神说道。代表我可以随时捏死你，也可以捏死让你心有所属的那个男人。白木哥的眼光倏然转冷，声音仿佛让车厢的温度下降了好几分。有些事情我劝你不要尝试，有些话我不想再从你的嘴里听到第二遍，即便你是月神。被这么威胁，月神又是哈哈大笑，那白光颤动得太过于剧烈，让白木哥都有点没法看了。
她同为女人，都觉得这场景有些不忍直视了，过分了。连笑声都那么油腻和下头。白木哥在心中说道。笑了足足半分钟，月神才好不容易收住。他说道：我真的已经记不得上一次从别人嘴巴里听到威胁我的话究竟是什么时候了。白木哥面无表情，眼睛里却有着一抹厌恶。你以后还会听到更多的。月神哈哈一笑道：白木哥，你只是一只飞翔在东亚天空上的小鸽子而已，却敢出言威胁纵横黑暗世界苍穹之上的真正凤凰。白木哥今天听了很多句这种自夸的话，此时已经不觉得诧异了。他微微皱了皱眉头。月神，我们如果不能好好聊天，我现在就下车，你不一定能拦住我。月神嘲讽地微笑道。车门锁了。啪！白木哥直接抬手拍在了车窗上，这台迈巴赫的左车窗瞬间被拍成了无数碎片。月神似乎早就料到白木哥会这么做，他摇头笑了笑，语气之中透着清晰的征服欲。桀骜难驯的小鸽子，我会好好驯服你的。白木哥根本没搭理他，而是掏出一支枪顶着司机的后脑勺。停车，停车！戴着帽子的司机头也不回地问道：大人，我能停车吗？月神还没来得及答话呢，砰！白木哥竟是直接开枪了。子弹擦着司机的耳朵飞过，瞬间打穿了前挡玻璃，整个玻璃上已然布满了裂纹。停车，停车！白木哥冷冷说道。再犹豫1秒，下一发子弹就会钻进你的后脑勺。司机立刻踩下了刹车。剧烈的急刹车之后，这台迈巴赫终于停了下来。白木哥开门下车，连车门都没有关上，便头也不回地离开。坐在后排的月神始终盯着白木哥的背影看着，似乎满是欣赏，直到后者已经消失在了道路尽头，他仍旧没有收回目光。还在看？司机忽然冷冷说道：给我关门。哦，是，大人。坐在后排的月神挪到了左边的座位，把车门拉回来关上了。大人，我扮演的还像吗？月神笑眯眯地问道。原来这根本不是真正的月神。我让你自由发挥，你却表现得如此油腻、恶心、下头。这司机说话竟是个女人的声音。他摘掉了自己的帽子，露出了一头黑色的秀发。这司机随后拧开副驾上的一瓶矿泉水，一口气喝了个精光，以压制着那强烈的反胃感觉。刚刚要不是怕露馅，他都要被手下的话给整得当场吐出来了。可是大人，那我……假冒月神讪讪笑道：我大体上都是按您交代的来的，就加了一点点自由发挥的成分。还要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司机的身上透出了一股强大的上位者的感觉，冷冷说道：你下个月不，今年的薪水不要领了，全部扣掉。在那一架飞往罗尔斯国的航班里，头等舱坐着一男一女。空姐走了过来，说道：先生，您不能坐在这里太久，不然需要补票的。雪人把口袋里的所有钞票都掏了出来。应该够了吧？空姐说道。这太多了。雪人的语气淡淡，似乎透着一股看穿生死的通透感。剩下的都送给你吧，我也用不着了。空姐觉得这男人怪怪的，没敢要这数目惊人的小费，只是把机票钱拿走了。东亚姑娘说道：雪人先生，你不用如此悲观，这一点都不像你。
雪人摇了摇头，悲观与否，得看遇到了谁。我其实并不擅长智谋，在莫桑科罗岛，我已经是用尽全力了，而你们今天一出手，我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东亚姑娘说道。你这是在夸奖我吗？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而已，我不如你。雪人说道。我甚至到现在都没看明白禁锢黑渊想要做什么。秩序。东亚姑娘竟是直接说出了答案。黑渊想要重新定义黑暗世界的秩序，所以要提前消除几个不太可控的变量。雪人没什么表情，说道。我应该没可能成为这个变量，你们要找的另有其人。东亚姑娘说道。雪人先生对局势的分析确实是一针见血，您说自己不善计谋，实在是太谦虚了。雪人淡淡道。黑渊和银月的最终目标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们这次找到我，是想通过我来影响哪个变量，不要多圈子了。东亚姑娘沉默了几秒钟之后才说道。游侠神殿，暗影天王。雪人恍然，随后笑了起来。我和他不熟，你们想通过我来影响他，方向偏移的有些离谱了。东亚姑娘轻轻摇了摇头。才绝庭的第7禁卫死在了他的手上。雪人一听这消息，立刻露出了微笑。英雄出少年，让人羡慕。东亚姑娘说道。这一次第5禁卫和第6禁卫都来了，但是我并没有请他们对影子出手，而是在这座岛上旁观了整个交战过程，只因为我想要把它了解得更透彻一些。所以你的答案呢？雪人问道。东亚姑娘说道。黑渊既然准备成为秩序制定者，那么就必须除掉那些秩序破坏者。站在黑渊的立场上，暗影天王必须要死。雪人听出了这句话的另外一重意思。站在黑渊的立场上是这样，那么站在你个人的立场上呢？他显然已经看出来，这个漂亮姑娘在黑渊中的地位不一般。东亚姑娘的眸光平静，看不出什么情绪。她轻声说道。曾经我以为是他对我赶尽杀绝，以至于我落到了如今的境地里，但在当了一段时间的旁观者过后，我觉得当初的那些事情未必是他所为。雪人摇了摇头，淡淡说道。当你加入黑渊之后，个人的情感已经不重要了。东亚姑娘问道。雪人先生，愿意帮我吗？雪人呵呵一笑。当你把我曾经救过的那个女孩找出来，将她作为要挟我的筹码之时，就意味着我永远不可能和你们这群垃圾成为朋友。朋友。东亚姑娘淡淡说道。那就抱歉了，雪人先生，我知道你想要让影子继承你的指挥官位置。这一次被说中了心事，雪人的眼光里终于出现了明显的波动。你的聪明让我吃惊，他说道。无论如何，苏无忌都不能成为银月的指挥官。东亚姑娘轻轻说道。如果不和我们合作，那么雪人先生恐怕会受到很多痛苦的折磨。说完这句话，他扭头看向窗外，本来平静的眼神已经瞬间变得冷冽，犹如富士山顶的皑皑白雪。苏无忌和戴儿夫人走到了一层甲板的泳池。之前那位被小庞痛殴过的神卫阿拉亚，此时正在4等舱房里躺着，始终没有再露面。阿尔姐姐，你不下去游泳吗？苏无忌问道。后者却坐在了躺椅上，随后缓缓躺下。这动作很慢很轻，不知道是不是怕牵动了伤势。此时艾斯戴尔那2条白玉般的长腿交叠在一起，即便穿着那么休闲的浴袍和泳装，但是她整个人的气质却仍旧是高贵到难以接近，
让那些普通的男性旅客只敢远观，没有一人敢上来要联系方式的。可即便保持着这样看似休闲的姿势，艾斯戴尔也没有任何慵懒放松的感觉。我伤势还没好，就不下去游泳了。艾斯戴尔说道。我在这儿陪你一起看看美女，就挺好的。看美女？苏无忌哈哈一笑。那你就只能照照镜子了。这船上的哪个美女能有你漂亮？天王大人真会哄女人呢。艾斯戴尔倒是没和他继续这个话题，而是说道：你对月影神殿的印象如何？苏无忌摇了摇头。说实话不太了解，但我对你的印象很好，以至于觉得月神是个王八蛋。这种美人儿怎么忍心负了他的？艾斯戴尔听到月神是个蛋这句话，稍稍一愣，随后竟是笑得很开心。他接着说道：月神其实和黑暗世界里的所有天神都不一样。苏无忌看了看身边的成熟姐姐。你这么说让我忽然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太傻。艾斯戴尔微笑。我又没说这一定是夸奖。苏无忌摸了摸鼻子。这还差不多。艾斯戴尔说道：我之前听闻过游侠影子的传说，早就有心结识，但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相见。苏无忌倒是很敏锐。你想和我结识，主要因为我之前帮过银月几次。艾斯戴尔微笑道：不止据我所知，你还让人入侵过银月的系统，只是指挥官并没有追究。苏无忌咳嗽了一声。我当时只是想看一下官职的奖金什么时候能到账。艾斯戴尔转过脸来直视着苏无忌。要什么样的条件你才能加入银月？苏无忌哈哈一笑。我现在和加入银月有什么区别？你们那个组织从上到下都是我的朋友了。就差在朋友前面加个女字了。艾斯戴尔却凝视着他的眼睛。我是认真的。苏无忌随口开玩笑地说道：那除非戴尔姐姐这样优秀的女人能给我当老婆。艾斯戴尔忽然展颜一笑。这一刻，印度洋上空的阳光都变得柔和了起来。他歪头问道：敢开出这样的条件，你难道不怕月神对付你吗？苏无忌耸了耸肩，无所谓地说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其实也是在纯扯淡，因为根本不信月神夫人能干得出来这种事儿。艾斯戴尔却话锋一转，说道：银月看起来好像势头很猛，其实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不会吧？银月明明刚刚打了个大胜仗，重创了老对手杜卡罗，似乎即将迎来最鼎盛的时期，这和所谓的生死存亡半点不搭边啊。艾斯戴尔并没有想要瞒着苏无忌，他说道：现在银月的灵魂就在指挥官的身上，然而他……话没说完，他便已经止住了话头。这位气质高贵的夫人很少有欲言又止的时候。苏无忌，我不喜欢这个家伙。其实苏无忌对于这个指挥官的印象很复杂。一方面，这家伙在整个莫桑科罗岛战役里的发挥堪称完美，接连安排了好几次计中计，让银月杀手们把杜卡罗的超级陷阱变得千疮百孔，甚至他的有些计策，苏无忌当场都没看穿，还是事后才回过味儿来。但另一方面，这家伙非常冷血无情，为了找出内奸，不惜牺牲掉好几个主力杀手。如果不是陈曦主动把许家烟换了出来，那么现在苏无忌就和许小浪天人永隔了。艾斯戴尔说道：我知道你因为他把官职放进港口圈套一事而不满，但官职最近的表现太出色了，只有他才是对杜卡罗最有吸引力的诱饵。如果我是指挥官，我也会这么做。所以在银月，谁要是表现得好，谁就得去当诱饵。
为了银月去死。苏无忌懒得在这件事情上争辩什么。什么破逻辑？艾斯戴尔说道。现在的指挥官代号叫雪人，哪怕已经退居幕后10年，但仍旧是银月目前为止战绩最辉煌的杀手。苏无忌语气淡淡。然后呢？艾斯戴尔接着说道。他曾经独自一人杀穿了欧洲最大拐卖集团的大本营，但也给自己留下了终生不可恢复的伤势，严重影响了战斗力。苏无忌一下子听明白了艾斯戴尔的意思，他说道：跟我说这么多，你们在找接班人，不会找到了我的头上吧？艾斯戴尔轻轻点头。由于银月的扁平体系，雪人如果出了状况，那么整个银月将变成一盘散沙。苏无忌说道。黑暗世界里还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或者你们从银月内部提拔就可以，我看那个陈曦就挺适合这个位置的。艾斯戴尔说道。陈曦不适合，他甚至没有白木哥更适合。苏无忌的眼光一下子变得警惕了起来。戴尔姐姐，你不能打白木哥的主意。他知道白木哥始终行走在黑暗与光明的分界线上，已经很辛苦了。这个看似慵懒的大小姐，实则每一天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风险。苏无忌绝对不允许白木哥再把这一弯银月给背在肩上，这太沉重了。起码除了你之外，我没有遇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艾斯戴尔扭头看着苏无忌，那宝石一般的眸子里竟是透出了一股灼灼的味道来。所以你仔细考虑一下。苏无忌摇了摇头，想都没想，直接拒绝。反正我不答应。艾斯戴尔站起身，往前贴近了一些，说道：如果满足你刚刚开出的那个条件呢？苏无忌的心跳一下子加速了不少，毕竟他是个正常男人，而艾斯戴尔的表情明显非常认真，似乎只要自己这一秒钟答应，下一秒他就能主动解开浴袍。戴尔姐姐别开玩笑了。苏无忌讪讪一笑，说完便先转身走开了。看着面前青年的背影，艾斯戴尔摇了摇头，他并未跟着一起回去，而是重新坐在了躺椅上。而就在这个时候，保镖队长詹金森走了过来，他的双手捧着一个手机，鞠躬放在了艾斯戴尔的面前。在刚刚那一段时间，夫人和苏无忌贴得那么近，怎么看怎么暧昧，着实让詹金森心惊肉跳。夫人，您的手机我刚刚去房间取回来，但没送上来，打扰。詹金森说道。然而这时候铃声忽然响起。詹金森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惊得差点没跳起来，因为此刻打来电话的竟是月神。这电话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泳池暧昧之后打来。詹金森本能地怀疑，这艘游轮上还有月神大人的其他手下在盯着，到时候自己会不会落得个知情不报的罪名？这短短一瞬间，詹金森的心思却是千回百转，冷汗已经湿透了衣服。而艾斯戴尔却拿起了手机，接通了，同时看了詹金森一眼。后者立刻识趣地走开，走得远远的，生怕月神大人直接叫自己接电话。艾斯戴尔接通了之后说道：还想得起来联系我？小白那丫头不错，我让苏珊娜替我见过了。电话那边说道：怎么至高无上的月神大人还这么好心，想着帮银月来考察继承人？艾斯戴尔冷冷一笑：就算是考察你不亲自去见，让苏珊娜去，是为了恶心我吗？真是难得从这个气质高贵的女人身上看到冷笑的神情来。月神说道：我知道你对苏珊娜还有怨气，但我其实一直想要让你们和谐共处的。
艾斯戴尔没有搭理这个和谐共处的话题，而是说道：你没有必要帮这个忙，银月有自己的考察体系。月神的语气微潮，说道：体系，这话骗骗小孩子就行了。当我不知道你们银月有几个人啊，我一直不想让你再涉足银月的事情。等帮助银月选完了继承人，你就彻底退出。退出做什么？艾斯戴尔说道：去当月影神殿的吉祥物。月神说道：艾斯戴尔，你对我的怨气太重了，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我们之间没有误会。艾斯戴尔说道：你派来盯着我的阿拉亚已经被我废掉了。没想到月神丝毫不生气，而是说道：一个神位而已，废了就废了，只要你高兴。要是这句话被其他天神听到，肯定都会觉得这月神是个神经病。对于新一代的天神殿来说，每一个神位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即便损失一个，都很难再得到补充。而月神为了哄自己的女人开心，对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神位，竟然说不要就不要了。梅根，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艾斯戴尔说道：我不会再回月影神殿。电话那边说道：别这么说，戴尔，月影神殿有你一半的功劳，当初我们说好星月同辉，你忘了吗？艾斯戴尔的目光冷冽了不少。月神大人当初可不是这种擅长颠倒黑白的人呢。月神，只要你不退出。艾斯戴尔，你再留住我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我已经移情别恋了。月神沉默了几秒钟，语气骤然变得杀气腾腾。他是谁？我杀了他。一提到这事儿，艾斯戴尔的冷冽眼光消失，他眯眼看向被云层挡住的太阳，语气里竟是透出了一股温和之意。不是他，是他。他。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月神才再度开口，仅仅是一个词而已，可声音里的杀气已然浓郁到化不开了。艾斯戴尔的声音之中带上了一丝微笑之意。很久没看你这么生气。月神冷冷说道：艾斯戴尔，你在故意激怒我，这样很好玩。艾斯戴尔轻轻摇了摇头：梅根，我是认真的，我们结束了。月神的杀意更加浓重了。不管是男是女，这个人都死定了。艾斯戴尔的声音淡淡，其中完全听不出什么感情来。你到现在都还不明白吗？你越是这样，我就越是反感。说完电话便砰然挂断了。艾斯戴尔把手机放回了浴袍口袋中，望着远方的天空，一言不发，眼神悠远，其中似乎有着无数思绪纷扬而起。莫桑科罗岛，那台被白木哥打烂了左后窗玻璃的迈巴赫中，苏珊娜坐在后排，笑眯眯地说道：大人，您说我演技浮夸，可您刚刚更是……坐在驾驶座的司机轻轻摇了摇头：艾斯戴尔要的我不想给，也给不了，只能顺手帮他一把，也不枉我与他相识一场。这个秀发如瀑的女性司机竟然是真正的月神。苏珊娜说道：那您完全可以好好说的，何必用这样的语气，很伤人心的。月神冷冷说道：苏珊娜，你在教我做事，摆正你的位置，不然就给我回到姑妈身边去。苏珊娜无奈地耸了耸肩：您又来了，这实在是太浮夸了，建议您去电影学院进修几年。从他和月神的对话来看，这两人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上下级关系，倒像是亲戚。月神摇了摇头说道：艾斯戴尔的性格吃软不吃硬，我如果想帮他一把，就一定得用强硬的态度把他推出去才可以。苏珊娜撅起了嘴，娇滴滴地说道：大人，如果未来有一天你要把我从你的身边踢走，请你不要用这个方法，
请一定温柔一点。月神没好气地说道。可以了，把你的演技给我收一收。堂堂我月影神殿的第一神位，别弄得跟我的后宫一样。苏珊娜这个娇滴滴的女人，居然是月影神殿的第一神位。可戴尔姐姐一直以为我是你的后宫呀。苏珊娜说道。月神，呵呵，她一直如此愚蠢。表姐，苏珊娜凑到前面道，我其实能看出来，你对艾斯戴尔还有感情。这个称呼确实有点出人预料。看这样子，艾斯戴尔都不知道苏珊娜和月神之间的真正关系。月神摇了摇头，没有反驳。你对苏无忌怎么看？苏珊娜笑嘻嘻地说道。我又没见过他，要不我去见一见，就穿着这件低胸装，他应该会被迷住的吧。月神说道。我让你评价他，又不需要见到他。苏珊娜想了想，还是说道。我其实一直很佩服戴尔姐姐的，我几乎没想过有一个人的出现，能让她下定决心离开你。单从这一点上说，这个苏无忌的个人魅力应该很大。你倒是会侧面评价。月神冷冷说道。但是艾斯戴尔之所以能下决心离开我，离开月影神殿，显然不可能全是因为这个华夏青年。这语气里似乎还有些不服输的意思。苏珊娜摘下了墨镜，眼睛里波光流转。所以我替表姐你去试探试探。月神扭头看了他一眼，沉默着，似乎是在思考。如果这个男人真的很好，我顺便就把他给收了，这样表姐你也不用吃戴尔姐姐的醋了。苏珊娜眉眼带笑。这样的话，我多了一个男朋友，你也少了一个情敌，一箭双雕，两全其美。月神却直截了当地说道。订一张1个月后的机票，我亲自去华夏。哇哦！苏珊娜说道。姐姐，你为什么不坐你的私人飞机呢？月神没回答这个问题，他直接说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月影神殿的日常事务由你主持。苏珊娜的眼睛里媚意横生。那月影神殿还不得翻了天了呀？他们可不知道我是第一神位，还以为我是要后宫干政呢。如果苏无忌听到了苏珊娜和月神的对话，一定会感慨这世界太离谱，太操蛋了。人人都有一张假面，这特么的已经不只是草台班子了，而是戏台班子了。苏无忌回到了房间，洗了个澡，躺在露台的椅子上，望着茫茫的海面，那本该有的度假心情却毫无踪影。银月的指挥官。苏无忌眯了眯眼睛。其实关于银月的争议从未停过，苏无忌同样也不是完全赞同这个组织的行事方式，他对于这种扁平化的单线管理模式更是非常不认可。这种管理模式太脆弱了，只要身为核心的指挥官一死，整个银月立刻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杜卡罗都不用去对付普通的银月杀手，他们只要盯着指挥官穷追猛打就行了。当然，苏无忌也知道，由于银月的特殊行事方式和高保密度的需求，短时间内也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变革方法。搞毛线，我怎么开始替银月考虑了呢？苏无忌摇了摇头，没好气地说道。等我见了那指挥官，非得大耳光子抽他不可，敢牺牲我们家徐响浪，真是找死。苏无忌思绪纷飞，晒着太阳，不知不觉间竟是睡着了。也许是由于最近过于疲惫，直到太阳渐渐落下，他才迷迷糊糊地醒来。由于手机调了静音，睁眼之后，苏无忌便看到了2个未接来电，
时间是半小时之前，居然是穆千羽打来的电话。他立刻回了过去。千羽怎么了？苏无忌说道。出什么问题了？以穆大小姐的风格，要是没事的话，不至于连续打了2个电话。穆千羽的那边好像挺吵的，他笑着大声回答道：我在皇后酒吧呢，你和小庞都不在。苏无忌说道：我正在印度洋的游轮上晒太阳呢，下次带你一起来，我们穿着泳装，一起来个日光浴。我很期待。穆千羽轻笑。小庞也跟你在一起日光浴呢。苏无忌说道。那也太辣眼睛了，这小子正在4等舱睡觉呢。穆千羽抿了抿嘴。4等舱，不要压榨小庞。苏无忌。嗨，没关系，他皮糙肉厚的，等我过半个月回到灵州，咱们一起打麻将啊。好呢。穆千羽轻笑道。对了，你猜我跟谁在一起？苏无忌说道。和神你。之鱼。穆千羽说道。小之鱼很久没见你了，今天也来酒吧找你的。苏无忌哈哈一笑。行，等回去之后请你们吃饭。和穆千羽聊聊几句之后，苏无忌便挂断了电话。他从一开始就不认为穆千羽是个简单的姑娘，可是苏无忌觉得千羽大小姐最近的成长速度似乎有点快得惊人了。单单从上次在非洲给自己提供的消息来看，这姑娘稍微有了种幕后执起者的意思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什么外部的助力了。好久没见千羽了，要是再不见她都要被其他姑娘们超过了，哈哈。苏无忌想到了某件事情，嘿嘿一笑，这笑容看起来多少有点不太正经。怎么感觉有点稍稍不太对劲呢？苏无忌忽然眉头微皱，自言自语：如果小之鱼在旁边的话，不该跟我说上几句话吗？他考虑到了这一点，不过由于宋之瑜前一段时间的表现有点主动，或许在穆千羽面前有点不太放得开，苏无忌倒也没想太多。而电话那边的皇后酒吧里，穿着一身白色风衣的穆千羽正望着坐在对面沙发的18岁姑娘，说道：至于如果你还觉得不安，那么这一段时间就搬来皇后住，这里绝对安全。宋之瑜穿着简单的水洗蓝牛仔裤和白色运动鞋，上半身则是某运动品牌的浅灰色运动装，这是很素雅低调的打扮，却把她整个人衬托得无比明媚。少女似乎有些心事，眼光已然不如之前那般飞扬。穿着旗袍的萧英磊坐在旁边，轻轻握住了宋之瑜的手。反正老板不在，房间也空着呢，跟踪者不敢上门的。穆千羽轻轻点头。或者就住在穆家，和我同吃同住。宋之瑜轻轻咬了咬嘴唇。谢谢千羽姐，那我就住皇后吧。穆千羽也没强求，他微微一笑，这笑容里似乎有着明显的复杂之意，有一些怅惘，也有一些疲累，但更多的还是希望的光。他的语气里竟是有一股语重心长的感觉，说道：至于其实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对这世界了解的足够多了，可最近才明白，这世界还有另外一种模样，昏暗泥泞却依然有光。宋之瑜的眸光之中涌现出了波动。这些都和无忌哥有关吗？穆千羽轻轻握住了宋之瑜的手，说道：我在尝试走一走他曾经走过的路，却发现他走起来很容易的那些路，我却觉得每一步都不轻松。而你从来都不是个普通的姑娘，现在那些路，就算是你不去主动接触，也会找上你来的。宋之瑜思考了一下，说道：所以那些可能在跟踪我的人，究竟是来自于国内还是国外？
不重要。穆千羽的清澈眼睛里流露出了锐利的光。因为我会帮你找出他们，一个都跑不掉。与此同时，湖滨分局，穿着制服的朴妍希走进了重案组的办公室，看见一堆刑警在吃泡面。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走了上来，递给他几个文件夹，长出了一口气。妍希，你的年假终于休完了，快，好多案子等着你呢，估计今晚咱们得通宵啊。朴妍希笑道：好啊，领导放心，马上投入工作。他这一回来，好多刑警的表情都振奋了一些。以往每次在案情遇到瓶颈的时候，朴妍希都能敏锐地找到突破口。副局长看了看这位破案能手，说道：妍希，你这是去哪里旅游了？感觉好像晒黑了一点点。朴妍希轻笑道：去海南晒了几天太阳。印度洋的夜晚，苏无忌正百无聊赖地准备睡觉，敲门声再度响起来了。是我。艾斯戴尔的声音从门口响起。在这寂寞的晚上，苏无忌其实挺想跟这位漂亮人气聊聊天的，可是又怕后者要招揽他进入营月。苏无忌光着脚跳下床，打开了门。穿着一身淡蓝色连衣长裙的艾斯戴尔走了进来，他把门关上，说道：一层甲板有舞会，你不感兴趣吗？淡淡的馨香已经钻入了苏无忌的鼻尖，也不知道是残留在艾斯戴尔体表的沐浴露的味道，还是他刻意撒了香水。苏无忌说道：嗨，那有什么好看的？我平时在酒吧里天天看群魔乱舞。艾斯戴尔直视着他的眼睛，那儿可是年轻男女交友的好地方。对于这种游轮旅行，男男女女很容易看对眼，毕竟这20多天的航程里，足够擦出很多的火花了。不管是不是单身，这都可以变成交友的旅程，度过愉快又操劳的20多天。四周都是海浪，你若不浪，都对不起这片海。等到上了岸，大家就再也不提海上的事，谁也没想过要天长地久，只要一场热烈刺激的萍水相逢。可苏无忌守着艾斯戴尔这样的美女，自然对楼下的那些莺莺燕燕提不起半点兴趣来。戴尔姐姐穿得这么漂亮，是准备参加舞会的吗？苏无忌问道。想让你陪我一起去看看。艾斯戴尔说道。你的身体那么虚弱，难道不该好好休息？苏无忌说道。昨天伤的都走不了路，今天还要去跳舞。事实上，苏无忌自己也挺累的，跟阿曼德那一战，让他释放了那么多力量，现在还感觉很是有些疲乏。艾斯戴尔凝视着苏无忌的眼睛，说道：在人多的地方就不会感觉到有多寂寞了。行吧，我陪你去，我就受不了女人当着我的面说她寂寞。苏无忌说道。你等我换一身衣服。艾斯戴尔背过身去，苏无忌盯着这位杀手姐姐的背影，换上了一身 T 恤裤衩，还有运动鞋。这种换衣服的场景怎么有点莫名其妙的刺激感呢？这多巴胺一分泌，似乎自己身上的疲惫都随之消解了不少。等苏无忌换好了衣服，艾斯戴尔才转过身来。两人出了房门，并肩走下台阶。可是下楼梯的时候，艾斯戴尔的脚步明显还有些不稳，差点踩空。苏无忌及时的一把抱住，这才避免艾斯戴尔跌倒。这一刻，那柔软的身体入怀，让他也明显有些紧绷了。可这位实力强悍的杀手教官，此刻却给苏无忌带来了一种柔弱无骨的感觉。对方的体内好像并没有多少力量的存在。大儿姐姐你，
苏无忌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要不你回去休息吧。艾斯戴尔摇了摇头：没关系，我扶着你走，这种内伤需要很长的恢复时间，也不是全靠休息就能痊愈的。苏无忌忍不住地问道：月神关注你的伤势了吗？艾斯戴尔微微笑了笑：月神怎么会关注这种小事？的确，在月神的电话里根本没有问他有没有受伤。苏无忌能看出他这笑容之中有一丝自嘲的味道，但从手臂上传来的美好触感还是让他有些心惊荡漾。在下楼的时候，艾斯戴尔真的把半边身子都压在了他的身上，看起来他是真的没有太多的力气，已经丝毫不介意自己的领口紧贴苏无忌的胳膊了。在此之前我并未想过能和一个年轻男人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艾斯戴尔说道：可不是吗？都要把苏无忌的手臂肌肉压变形了。苏无忌：我也没想过能和人妻，不能和银月的杀手教官拥有这么纯洁的友谊。艾斯戴尔摇了摇头：这一次你救了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苏无忌哈哈一笑：咱们都是朋友，提谢谢就太见外了。听到这句话，艾斯戴尔的眼光却变得有些复杂。事实上，在今天以前，我一直都没有朋友。在月影神殿里，没有人敢跟月神夫人交朋友。月神不是他的朋友，在银月杀手教官更不可能有朋友。站得越高，越是寂寞。可是，在前一天，苏无忌在面对实力明显高出他一档的阿曼德，却依旧毫不犹豫地挡在自己身前的时候，艾斯戴尔就明白了朋友的意义。就是因为苏无忌的举动，使得他觉得自己的晦暗人生多了一抹亮色，甚至对于月神的冷落都丝毫不放在心上了。艾斯戴尔真是把这辈子的感性情绪都集中在这2天了。两人一路到了舞会厅，小庞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他这个头，脑袋都已经顶到了门框了，在人群中极为显眼。苏无忌见状，没好气地说道：小庞啊，你不在4等舱老老实实待着，跑到这里当本老板的电灯泡。小庞则是很认真地说道：贴身保护老板，小庞义不容辞。苏无忌眉头一挑：这都是谁教你的词？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参加舞会？小庞说道：千羽老板娘之前就交代我了。苏无忌眉头一挑：你能与他说什么了？小庞说道：千羽老板娘说，如果老板要参加游轮上的舞会，让我一定要在舞会上寸步不离，贴身保护好老板的安全。苏无忌无奈地说道：千羽这就是故意的，铁了心的坏我把妹大计啊。小庞：老板不用担心，您爸的不是妹。苏无忌：嘿。小庞：是姐姐。苏无忌：姐姐好啊，小庞这次说的不错，回去给你涨工资。小庞：不仅是姐姐，还是别人的老婆。一旁的艾斯戴尔哭笑不得，但他并未因此而觉得尴尬，反而心情很好，大大方方地说道：小庞，等我以后有时间了，就去灵州的皇后酒吧看你。小庞面无表情：戴尔小姐看我是假，看我老板才是真。艾斯戴尔：我见到你们心情都好了不少，如果能经常见就好了。小庞很认真地说道：戴尔小姐如果想天天看到老板，可以嫁过来，但请记得先把婚离了，不然违法。这句话的声音还不小，周围的旅客们都听见了，纷纷侧目，充满八卦的眼光已经射来了。苏无忌脑门都黑了。饶是从不在意别人眼光的艾斯戴尔，
此刻也有点不那么自在了。他对小庞说道：我没结婚，你老板知道的。小庞：那我老板可能会觉得不好玩了。此言一出，周围又射来了好几道意味难明的眼光，大概都觉得苏无忌是同道中人。苏无忌狠狠踩了一下小庞的脚：你乱说什么？当我是变态吗？我怎么会觉得戴尔姐姐不好玩？小庞：可是老板你对我说过，人妻才刺激。周围已经有人哈哈大笑了。不过这在游轮上倒也是很正常，这种旅程里经常会有刚刚认识的男女们一起度过如胶似漆的20多天。艾斯戴尔挽着苏无忌的胳膊咳嗽了几声，看起来是在掩饰尴尬，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在刚刚咳嗽的那几下之后，一股腥甜的气味涌上了口腔，显然内出血的状况还远没有康复。那个阿曼德当年只是个地狱的普通校官，可这30年的提升幅度却大到了可怕。他给艾斯戴尔造成的伤势，短时间内很难完全康复。可即便身上有伤，即便被小庞搞得稍有些尴尬，可艾斯戴尔的心情依旧很好。这种好心情是他在月影神殿之时很难拥有的。进入舞厅之后，艾斯戴尔找了个位置坐下来，苏无忌已经很贴心地帮他拿了一杯水。艾斯戴尔喝了一口，沁凉的水把口腔里的血腥气给压了下去。月神从来没给我倒过水，他说道。不知道为什么，这2天来苏无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让艾斯戴尔下意识地在心中与月神做着比较。苏无忌笑了笑，这么怨妇的话可不像戴尔姐姐能说出来的。可艾斯戴尔的表情却很认真，眸间青光闪动。我主要想表达的是被人关心的感觉，真的很好。舞会进行中，有好几个男人都上来邀请艾斯戴尔跳舞，但都被他拒绝了。没办法，即便是穿着一身简单的连衣裙，没有任何精致的打扮，此刻的月神夫人也仍旧是场间最吸睛的存在。你不请我跳支舞吗？艾斯戴尔看向苏无忌，苏无忌看了看他的苍白面色，你的身体受得了吗？艾斯戴尔微笑道。当然。苏无忌起身走到他的面前，伸出了手。艾斯戴尔把手搭在苏无忌的手上，随后款款起身。苏无忌的手臂却稍一用力，把迎月的杀手教官直接搂到了自己的怀里。虽然是正常的交谊舞，但是和舞会的整体气氛不太相符。而旁边有好几对都跳起了热情洋溢的拉丁舞，磨来蹭去的，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似乎这才是游轮舞会该有的样子。苏无忌问道：戴尔姐姐，你会拉丁吗？艾斯戴尔看了看周围的尺度，说道：会带，只跟月神跳过。况且以艾斯戴尔此刻的身体状态，好像也有些跳不动拉丁。他其实知道苏无忌这么问代表着什么，心中那一股破除世俗枷锁的冲动忽然间燃烧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灯光忽然熄灭了，舞厅瞬间黑了下来。短暂的寂静过后，充满了兴奋之意的欢呼声陡然响起。在很多夜场里都是有着关灯的游戏的，比如在商务会所的包厢里关灯30秒，在这30秒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你和公主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灯光亮起之后必须恢复正常。能来游轮舞会跳舞交友的，大部分都是对这种节目轻车熟路的，但他们也没想到
游轮上居然也会玩关灯游戏。所以此次灯光熄灭，舞厅里的欢呼顿时达到了高潮。黑暗明显增强了暧昧的氛围，让人们的荷尔蒙和多巴胺加速分泌。就连苏无忌这种夜场老手的心跳速度都本能地快了不少。毕竟怀里搂着的可是气质高贵、身材无敌的绝色美人，而且还是月神夫人。今天要不要尝尝大佬的女人是什么味道的？儿姐姐，你看看旁边在干什么？苏无忌凑到了艾斯戴尔的耳边说道，吧唧吧唧的互啃声音已经传入他们两人的耳朵了。虽然舞厅灯光全黑，可是外面的月色却是十分皎洁，借着从窗户所透进来的月光，依然可以看清楚很多人的轮廓。旁边的这一对儿，女方的手都已经放在男伴的皮带扣上了，看样子马上都要开始跳真正的拉丁舞了。这周围的场景如此让人不淡定，而从苏无忌口中所喷吐出来的温热气息又轻柔地打在耳垂上，这让艾斯戴尔的俏脸忍不住的有些发热了。要是以往，他一定会对旁边的男男女女们露出冷笑，对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必然是非常不屑。但现在自己竟然也已经控制不住的沉浸其中了。虽然目前只是和苏无忌拉拉手跳跳舞，似乎什么都没做，但偏偏有种想要堕落的冲动。不得不说，环境是有感染力的，而在这个充斥了荷尔蒙的舞厅里，哪怕一个人的自制力再强，也很难独善其身。于是艾斯戴尔那本来搭在苏无忌肩膀和掌心的两只手，下意识地开始环绕上了他的脖颈。苏无忌同样不淡定，腾出来的双手顺势搂住了对方的纤腰。这个动作一下子把两人之间的距离无限拉近了，紧紧相贴。虽然苏老板天天在皇后酒吧的舞池里扭来扭去的，可那些莺莺燕燕们所产生的吸引力，真的完全没法和艾斯戴尔相比。此刻仅仅双方只是正面贴在一起，苏老板就感慨好舒服，爽得不要不要的。这种舒爽不只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他在心中说道，黑月神，你女人被我搂着腰了啊？你还天神呢？天神有个屁用，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不仅黑暗世界是这样，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越是大佬的女人，越是能够让别人产生征服欲。静静地拥抱了10几秒钟之后，苏无忌的双手已经开始从艾斯戴尔的后腰处本能地下滑了，滑到了裙子上。艾斯戴尔的身体一下子紧绷了起来，但是却没有挣脱，和周围其他人直接撩裙子往里探的动作比起来，他们俩这已经是纯洁到不能再纯洁了。苏无忌已经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和艾斯戴尔的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晚上就能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如果对方还有的话，他的目光垂落对方的眼睛里，后者的眼光也透出了一股灼灼的味道，散发着足以让人融化的热量。苏无忌能感觉到自己的呼吸都随之变得灼热了起来，他的两只手仍旧紧紧位于对方的腰部曲线之下，喘着粗气问道，戴尔姐姐，你这样不是在报复月神吧？艾斯戴尔没回答，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代表着默认。但停顿了2秒钟之后，他开始用行动回答了苏无忌。他微微地踮起脚尖，那线条完美、颜色热烈的红唇已经无限贴近苏无忌的嘴唇了。很难说两人的这个举动
究竟是感情的影响因素更重一些，还是冲动的比重更大一些？艾斯戴尔自己都说不清楚原因，但他很确定的是，在过去的30多年里，自己从未有过像此刻一般的激动。就算是冲动，他也是自己想要冲动的对象，这和月神完全无关。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大的影子忽然无声地出现在了艾斯戴尔的身后。苏无忌眼角的余光看到了这个身影，本来已经燃烧起来的火苗一下子消退了很多。马德小庞，你这时候冒出来做什么？苏无忌本能地把手从艾斯戴尔的曲线起伏最高处挪开，没好气地喊道：你今年的工资不想要了吗？晚10分钟再来也行啊。两人的奸情被人撞破，就连从不在意他人眼光的艾斯戴尔也是尴尬之极，本能地往后退了一大步。小庞却粗声粗气地说道：老板，不止舞厅的灯光熄灭了，整艘船都黑了。整艘船都黑了。苏无忌一下子清醒了过来，这是全船都被断电了。全船被断电和舞厅里关灯游戏的性质可是截然不同的。他反应很快，第一时间便拉着艾斯戴尔快步往外走去。有小庞护驾呢。苏无忌喊道：是，护驾。小庞的手腕一抖，那伸缩甩棍已经从袖间掉落掌心。然而这时候外面忽然噪声大作，那是螺旋桨高速旋转的声音，以及直升机的引擎轰鸣声。听这声音远不止一架，而舞厅里的男男女女们早就已经热烈起来了，根本不在意外面发生了什么。这灯光要是再不亮起来，舞厅里的画面怕是不能直视了。苏无忌拉着艾斯戴尔快步走出来，却发现有10几架运输直升机已经降低了高度，悬停在了游轮上空。一个个全副武装的身影正在锁降到甲板上。苏无忌看了一眼艾斯戴尔：我先送你去房间，这些人全交给我就行。说着，他直接把身边的女人拦腰抱起来，向舱房中快速跑去。艾斯戴尔这些年来所见识过的大场面着实有不少，他此刻身体虽然虚弱，但也没有任何的慌乱，甚至为了稳住身形，他还主动腾出一只手来搂住了苏无忌的脖子。看着这个抱着自己狂奔的年轻男人，艾斯戴尔不禁想起以前和月神共同面对敌人的时候。要是换作月神，他可能会说：戴尔，你去干掉正面的敌人，而不是说这些人全交给我。这和被人惦记着、关心着、保护着的感觉真的是截然不同。当了半辈子大女人的艾斯戴尔忽然想好好当一回小女人了。小庞本来也在跟着跑，苏无忌却说道：你留下来当人质，找机会锤爆领头的。是，老板当人质。小庞觉得既然当人质肯定得当的像一点，于是他把甩棍收回了袖子里，跑回了甲板，双手抱头，撅着屁股蹲在了地上。就在苏无忌抱着艾斯戴尔跑进走廊的时候，第一个降落在甲板上的男人竟是直接抬起手里的突击步枪，对着泳池就来了一梭子。哒哒哒哒哒。此时泳池里的人员密度可不比舞厅里的少，这几发子弹打中了好几个人。凄厉的惨叫声和仓皇的尖叫声同时响起，泳池里的人纷纷手忙脚乱地爬上来，周围的人更是疯狂逃窜。都不许动，谁敢跑我就打死谁。一名全副武装的男人说着，对着逃走的人群们又是扣下了扳机。
又是5、6个人直接被打死打伤，栽倒在地。这枪声太响了，舞厅里的激情气氛也终于打断了。那些男女舞伴们纷纷衣冠不整地跑出来。此时起码上百个武装分子已经完成了锁降，旅客们大部分都是站着不敢动，瑟瑟发抖，魂不附体。直升机上的扩音器已经响起来了，所有人都到一层甲板上来，如有违抗者立刻枪决。话音落下，如狼似虎的武装分子们已经冲进了走廊，开始逐个搜索房间了。甲板上哭声一片，旅客们都以为遇到了这2年在印度洋上极为猖獗的海盗了。而除了直升机之外，远处的海面上又出现了几艘大型快艇，正朝着这边劈波斩浪的迅速驶来。艾斯戴尔此刻已经被苏无忌抱进了舱房之中，被轻轻放在了那张柔软的大床上。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即便在这种危机关头，这个青年的动作却仍旧如此轻柔。艾斯戴尔说道：这些人不是海盗，应该是来找我的。海盗可没有这么精良的装备。苏无忌笑了一下，也可能是来找我的。这时候又有一架通体黑色的 NH-90运输直升机从远处飞来。见此，游轮周围所有的直升机都开始提升高度，明显是要给这一架直升机腾出位置来。在这架 NH-90距离甲板还有20多米的时候，舱门便已经打开了，一个高大的黑衣身影已经直接跃了下来。这么高的距离，他落下之后只是在甲板上发出了并不算重的闷响而已。此人身穿黑色战斗服，在皎洁的月光之下，他的衣服表面竟然有大块的金属闪光，这似乎是穿戴了一层轻甲。这个男人的脸上戴着黑色的上半脸金属面具，遮住了眼睛与鼻子，只有嘴唇和下巴暴露在外。这面具泛着黑黝黝的光芒，在这样的夜晚无比让人心悸。这时候2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被几个武装分子拖了出来，丢到了这个面具男人的面前。大人，他们都是月神夫人的保镖。一名武装分子报告道。很好。这面具男人稍稍弯下腰，看着这2个保镖，微笑着说道：来，请你们告诉我，月神夫人在哪里？